这位筹码最多的玩家在小盲位啊选择了 all in， 然后我们看牌啊 AQ 不同花哈，超级简单超爽跟住啊跟住。然后呢，小盲位是 QJ 方块，我们是 AQ 不同花。然后呢，我就指示摄影机赶快来拍，我筹码要翻倍了啊，赶快来拍。然后一拍哈翻牌 A24 3张方块，我们家 QJ 直接中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 P，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在这个超级豪客赛遇到哪些有趣的手牌状况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这决赛桌呢进入到了一个第5名刚被淘汰哦，所以剩下4个人。然后呢是在这个5000、1万的盲注级别。然后这个时候呢是没有小盲位哦，因为小盲位刚刚被淘汰出局。然后呢 CO 位呢是一个筹码非常多的筹码领先者。他选择了加注到2万，然后我在 bottom 位，我有30万的筹码量，我拿到1对4啊，黑桃4跟梅花4，所以呢 CO 位加注，我觉得我们这边有一个决策要做。那4人的状况呢，就是一个泡沫阶段啊，因为3位玩家有钱啊，第4名淘汰是没有钱了。所以呢，在泡沫阶段的时候呢，这1对4呢，我觉得呢，翻牌前的全下，我觉得不是一个最好的策略。那我觉得弃牌当然也可以。那当然呢，我觉得最 OK 的预设策略呢，应该是跟注哦，因为我觉得跟注进行一个翻牌之后，我觉得都还算是蛮有利的，尤其是我在 bottom 位的时候，所以我选择了跟注。翻牌呢是17-5， 3张红桃，底池6万。啊，这是一个单挑的状况。然后 CO 位的玩家选择过牌，那我们这边的话，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过牌啊，就是说我们的手牌呢，最好是希望有一些，我们就说了啊，要不然就是有红桃，要不然就是顶对以上。然后至于中间的手牌呢，我觉得就是放在一个过牌的范围。好，所以呢，我选择了过牌。好，转牌是一张叠牌7，然后呢 ，CO 位的玩家又过牌，那一样啊。我觉得我们这手的4-4呢，可以考虑下注，当然过牌也是一个比较高频率的做法，所以我又选择过牌。那合牌是一张 Q， 比较糟一点的手牌。然后这个时候呢 ，CO 位选择了一个大尺寸的6万啊，底池6万，他选择下注6万。然后这时候我就有一个决策要做。那我认为 CO 位的玩家的加注范围会非常的宽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在泡沫阶段的时候呢，筹码最多的玩家，他当然希望透过很高频率的翻牌前加注来赢下底池嘛，因为他会认为大部分的中筹码都会不敢跟他对抗，也就是说，我会认为他的范围可能会甚至是高于70%、80%，甚至100%啊都有可能。那我们就要讲，如果说是一个100%的手牌范围，那就是什么？大部分就不会有对子嘛，也就是说，他合牌的状况下啊的炸，我就觉得光是翻牌前的范围很宽哦，光是这一点，那我觉得合牌我只要有对子，我都可以考虑抓炸啊。当然，我觉得你会说，那我是不是有更适合抓炸胡的手牌哦？是没有错，但是我这手牌呢也符合在对吧？如果说我今天会跟，比如说 A5 或者是90，那其实概念是差不多，就是我只要觉得我中了一个对子，我只要赢他的炸，那我觉得4-4也落在一个抓炸胡的一个手牌。所以呢，我当下呢用了一个这个随机的方式，然后我觉得我知道这位玩家我们交手非常的多次哦，不管是现场或是线上，我知道他有很多的炸胡的时候呢，我当下决定跟住。然后看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啊，它是 KQ 啊带有1张红桃，也就是他合牌中了一个顶对，然后我就输了一个底池啊。这手牌我有印象，这手牌非常的痛苦。好，这手牌呢是我大约有20万多一点，然后也是在5000、1万的盲注级别。然后我在bottom位，我拿到 A8不同花，那我选择了加注。然后呢，小盲位玩家跟注，然后呢是一个单挑的状况。然后翻牌是 A16， 2张黑桃，底池6万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小盲位过牌。然后呢，我们的预设策略呢，在一个还在泡沫阶段的时候呢，某种程度上我们会稍微保守一点，在比较宽的范围的时候呢，我们不会有一个100%的持续下注的频率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会有一个过牌的范围。那过牌的范围，同时要有一些顶对，要有一些摊牌价值的手牌啊。那我认为 A8就落在这个范围里面，所以我选择了过牌。A16 2张黑桃，转牌是1张5。这个时候呢，小盲位又过牌，然后呢底池6万，我选择下注3万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小盲位竟然选择加注到85000，那我就要想，我觉得可以考虑在转牌直接弃牌，原因是因为我认为大部分对手
翻牌、过牌、转牌的过牌加注呢，我跟你讲啊，就是大牌。那我认为以大部分的玩家没有炸胡的能力的时候，我们就说了，对方要有炸胡的能力啊，这手牌才会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。当我们认为大部分的玩家对手是没有能力炸胡的时候呢，我们这手牌呢就是可以考虑直接弃牌。但我认为很接近啊，我认为如果他真的有一些转牌，比如说不管是顺子听牌或者同花听牌的炸胡的话，那我认为跟注是必须的。所以呢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转牌是非常困难的状况，但我选择了跟注。然后合牌是一张4。也不是黑桃，就是一张4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小盲会 all in， 然后我剩下15万的筹码量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有一个决定要做。那我当下我觉得第一个，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认为说他筹码比我多，泡沫期间，所以他可以做一个炸，又或者是说他是真的有牌啊。说实话，扑克就难在这个地方啊，你永远都要猜。那这位玩家呢是我们台湾的玩家是亚特，所以我大概知道一些资讯。那当然我也不确定啊，反正当下我也就是蛮不爽的啊，就弃牌嘛，不然对啊怎么办啊？我也不确定啊，那就弃牌嘛。我们最保险的做法我觉得 OK。然后呢，这手牌结束之后呢，这休息时间我有问，然后我认为他不会骗我啦，他说要中3条，那反正就是对嘛，如果他骗我，那就算了，那被骗就被骗了，怎么办？他不是说认为他不会骗啊，我也觉得不会被骗了，就这样啦。反正他说他是3条了，我就相信他了啊。如果下次我不信他，就跟注嘛，对不对？你不信人家就跟注啊，你信人家你就盖牌啊，就这么简单啊，所以我就盖牌。然后这一手牌是什么状况呢？这一手牌呢，就是当我的筹码量打起来了之后呢，我大概有40万的筹码量。然后呢，小盲位的玩家就是我说筹码最多的玩家，他在小盲位弃牌到他，刚刚破1吗？大破1。好，弃牌到他小盲位，然后呢，他选择了加注。他在6000、12000的盲注级别选择加注到4万大约是3点多个大盲。然后我在大盲位，我拿 AJ 不同花，我有40万的筹码量，大约是33个大盲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决策要做了。我们的 AJ 不同花可不可以翻牌前 all in？ 可以正 EV， 但是呢，我认为跟注会是一个更好的策略。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我有位置然后再加上我的手牌非常的好打。然后呢，光是这2点我就觉得会比不管是3次下注或是 all in 都来得好，所以我选择了跟注，尤其是在一个泡沫阶段。然后单挑底池翻牌 Q63 彩虹面底池92000，然后呢小盲位选择了下注32000。我告诉你他什么牌都会下注啦，什么牌都会下注啦，好不好？我们 AJ 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，我们有 A 猜，我们没有中对子，但是 A 猜就是一定是最好的手牌大部分的几率是这样。然后呢，我跟注转牌呢叠牌6Q63 turn 6。底池156000，他选择过牌，那我们的手牌当然就是一个很明确摊牌价值的手牌，我们也选择过牌，然后合牌开一张9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对手选了一个很小的下注尺寸3万5。说实话，我觉得3万5蛮有可能像是一个中队或底队的阻挡下注，所以呢，其实我考虑加注，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我就说了，我就认为他的加注范围就是一个接近100%的范围，那我们的 A 猜呢，就是可以直接用跟注来抓炸胡就可以了，所以我跟注之后呢，他自己也觉得这个炸胡蛮蠢的，至少说。他如果要炸胡，我觉得至少下注尺寸要选大一点，因为这个下注尺寸接近1/3嘛，底池156000，他下注3万5，基本上我这个任何的 A 猜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跟注，所以呢，他开牌他是 J8 不同花，那就是一个 J high 的炸，然后我的 A 猜就是一个最好的手牌，所以我就又赢下了一个底池。那我们现在讲到进入到3人就是进入到前圈的状况，然后呢，这手牌的状况呢是小盲位的玩家筹码最多的玩家选择了平跟，那我是 Q9。不同花带有1张方块 Q 然后翻牌是885，2张方块，然后底池36000，因为就是小盲平跟大盲过牌嘛，加上一个 NT， 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小盲位选择了下注12000，那我们就说了，我们这个 Q high 带有方块或者是 A 塞 K high 这种手牌呢，都是非常适合的跟注，尤其是我们有后门花，有后门顺，然后某种程度上有2张高牌，我觉得符合在这个跟注的逻辑里面，尤其是对手下注一个大盲的时候，就1/3的筹码量的时候，所以我选择了跟注。这时候转牌来一张 Q， 让我中了一个 Q 的对子，底池6万。这个时候呢，小盲位下注8万对，你没有听错，他下注超过一个底池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我的策略呢，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。我赢什么？我赢很多的双头顺或者是2张方块的组合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很大部分的范围。那我都选择跟注。然后合牌是一张方块6，代表说正门花出现，同时又有一些顺子的机会。这个时候呢，小盲位玩家过牌，
那我觉得我的手牌应该是一个很明确不能价值下注的手牌。我认为我明确价值下注的手牌会是3条顺子、同花，我觉得这些手牌都可以价值下注啊。除此之外呢，一个对子的手牌呢都是要过牌啊，所以我很明确的过牌。小盲位开牌，它是6、7不同花，也就是它翻牌的双头顺，然后转牌持续下注，然后合牌它中了一个对子，他觉得他有摊牌价值啊，他绝对有摊牌价值哦，因为如果我翻牌是跟了一个假设任何5的对子，他的合牌他也赢了嘛，也就是说他的合牌他不用去炸胡啊，他也有摊牌价值，所以呢，如果我是5，我合牌就输给他了啊，刚好我是中一个 Q， 所以呢运气不错，赢下一个底池。下一手牌的筹码量呢，我大约有25万，然后呢在8000、16000的盲注级别，然后这个时候呢小盲位一样，刚刚这位筹码最多的玩家他选择了平跟，然后我在大盲位，我有18不同花，然后我有一张梅花8，然后呢我选择过牌，翻牌是 AQ6。3张梅花，然后底池48000，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小盲位下注16000，然后呢，我这边就有一个很明确的跟注的手牌范围，基本上我们只要有1张梅花，那我们的范围里面呢，就是只要任何1张梅花，任何的对子啊，都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啊，所以呢，我的手牌有一个后门顺代买1张直接的正门花，有10码带一个梅花8，啊，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。好，转牌是一张叠牌黑桃 A 啊，这时候底池8万，啊，这个时候呢盲注位过牌。那我认为我的手牌可以考虑炸胡，但实际上呢，我觉得我的 A 的组合其实非常的少，然后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根据合牌来再做决策，甚至我觉得我的10嗨有没有机会是最好的手牌，可能没有，但是我觉得我不一定要永远都在转牌炸胡，所以呢，我选择了过牌，然后合牌是一张无关紧要的3，然后这个时候呢小盲位过牌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我还是有机会呢，可以炸胡掉一些J 嗨或者是 K 嗨，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弃牌，但我明确的知道 J 嗨我可以把它炸胡掉那我觉得如果他有10嗨或者甚至是一些分钱的状况，我觉得我下注可以让对方弃牌，也是一个很好的状况。所以呢，底池8万我选择了下注4万，然后呢。他说了一句话，说 "This will be a suspicious call"， 他觉得这会是一个很可疑的跟注，我不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意思。反正就是我下注4万之后呢，他选择跟注了，然后呢我就炸胡就开牌嘛，结果他竟然拿 J9不同花就是 J 嗨跟注抓炸胡，感觉是什么？底牌就被看到了嘛，老板怎么办？对不对？炸胡失败啊！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J 嗨可以跟注，J 嗨就是要弃牌啊，为什么要跟跟注？我不懂。反正我就输了嘛，蛮不爽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要成功了，但是没有成功，所以就是一个失败的炸胡。然后呢，这手牌呢让我掉到了大约20万左右的筹码量大约是10个大盲、11个大盲，20万左右。然后呢，在过1圈之后呢，这个时候呢盲注是1万、2万，然后我大约有10个大盲多一点如果没记错的话，然后。这位筹码最多的玩家在小盲位选择了 all in， 然后我们看牌AQ 不同花超级简单超爽跟注，然后呢小盲位是 QJ 方块，我们是 AQ 不同花，然后呢我就指示摄影机赶快来拍，我筹码要翻倍了赶快来拍，然后一拍翻牌 A24 3张方块，人家 QJ 直接中花，对，就拍到死亡的最后一幕这样子，所以呢。合牌跟转牌呢都是没有帮助的，所以我们就第3名淘汰出局。我们获得的奖金是18000多，但是我们报名2次所以实际上我们大概输1000多美金。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幸中的大幸因为第一个我买2次那还有可能对不对买更多，然后呢也不一定会钱圈，所以我觉得买2次有钱圈真是一个安慰奖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豪客赛呢有非常多有趣的手牌，然后对手都是很难缠的对手，基本上都是一些亚洲非常有名的职业牌手，基本上不会有一些很烂或者很随机的人至少这一次10个人。我每个都认识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就是都是很厉害的玩家，都是赢钱玩家。所以呢，这一次这个赛事呢，其实蛮精彩的。然后运气差了一点。但玩家有任何手牌的问题想要问我的话，欢迎到下方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，尽量附上越多资讯越好。然后我们会不定期的从这些手牌里面挑选一些有趣的手牌，制作成影片来回复大家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分享。我是小 P，大家拜拜。